放衣服、鞋子啊，上来。然后2位已经在床上。啥也没有干嘛。醒了之后基本2万3。还得脱呗，不是？给你捐一个腰带。然后稍微的。快点。再松一松，反正你这下得松了，这样，那就这样了。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我要不这样。那我们把白水衣服也往外放上。每天很早没有问题哈。行，换个再紧一点的。哦，闪现的是吗？啊，对，先后一点。在这里看，智慧的盾，不要去走，好。上前。是，咱家对最后位置呢，来。后悔爱人，是不是会浪费我的精神？我真是太天真了，谁会相信顽石朽木可以救出希望？区区一道符咒，以我现在的力量，这世间有什么奇怪未解之谜？好看吗？可惜，这世间的美景就如这烟火绚丽。没事，你要不先亮吧，你先亮，没事，你先亮。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你叫我如何回头？提了怎么也？嘴巴都已经糊了。好来。哦，闪现的是吗？啊，对，先后一点。在这里看，智慧的盾，不要去走，好。上前。是，咱家对最后位置呢，来。后悔爱人，是不是会浪费我的精神？我真是太天真了，谁会相信顽石朽木可以救出希望？区区一道符咒，以我现在的力量，这世间有什么奇怪未解之谜？好看吗？可惜，这世间的美景就如这烟
对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要不先亮吧，你先亮，没事，你先亮。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你叫我如何回头？提了怎么演？嘴巴都已经糊光了。好了。居导的这种全局的掌控能力是相当的强。建立场局的大脑，很给演员空间，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一个人。注重细节。我们来现场走戏的时候，海里已经有了这一场戏。今天晚安。大家好，我是鞠觉亮，长夜烬明的导演。我觉得长夜烬明这个故事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？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就是它这个戏里面其实很多的寓意是蛮深的，看起来表面是这样，其实不是。爱情故事之外，还有把性把更高的。其实《长月烬明》这个本子像一个矛盾的哲学体。它有3世，相当于3世了，阶段性会比较多一些。导演在现场就像一个大家长，很多的事情都亲力亲为，大到每一位主要的演员，小到只有一场戏群特的角色，导演团队都会和我们服装造型团队一遍又一遍的确认方案。对你这样子，这整个衣服就很好看多。因为我是个比较急的导演，我会很早到现场，啪啪啪啪把整个摊子打开，开工拍，操作，很紧张就去。拍戏还是有这种节奏会比较好的，这样他那是个趴在地下爬起来就可以。感觉在居导的脑子里边，整个《长夜烬明》的这么宏大的这个构想，都深深的印在了居导的脑子里，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佩服。导演在现场也是很认真，一直就盯着镜头，他整个镜头帮助演员就增加更好的呈现。把烟往洞里面放。他在很多镜头上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，这种镜头啊、并进啊，就会有不一样的讲故事的方法。包括导演很喜欢用动态镜头去捕捉这种节奏。居导也非常的可爱，经常拍完一个镜头就说啊绝美绝美绝美。欢迎大家去优酷看《长月烬明》，不看《长月烬明》是你们的选择 ，OK。